Hello， 大家好，我是许兰芳，欢迎收看 Dr. Gracie。今天要讨论的是第一次约会谁该买单 ？AA 制才是真爱的开端吗？AA 制它本身，我觉得它一定有它存在的必要跟代表的意义。比如说，如果你认为 AA 制它是权力平等的象征的话，那当然它的发展就会是好的。可是如果你把付钱这件事情当作是对方愿不愿意付出的象征的话，那也许 AA 制对你来说就会是他是不是很计较，他是不是不重视我？所以我觉得 AA 制这件事情还是要看两个人的价值观怎么样。那其实没有谁对谁错，我觉得是你有没有办法遇到一个跟你价值观相似的人，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即使我不计较钱多钱少，但是如果对另外一个人来说，他本身的价值观就不是这样，你硬要他改变，或是他要你改变，其实改变到后来，我觉得你们的关系到未来某一天，问题不会出在 AA 制，也会出现在别的地方。所以说，一个男生如果跟你约会，他第一次就要跟你 AA， 你还会给他第二次机会再跟他约吗？如果是在我身上的话，我不会去看他要不要 AA， 吃饭过程就会有更深一步的相处。如果我发现这个过程我是不想要再有下一步的话，我会直接连他的一起买掉。可是你不会觉得很不爽吗？为什么？就是我浪费这个时间在那边跟你吃饭，然后我最后还要付钱。我不会浪费时间，因为我在吃饭啊。我的重点会放在吃饭，就是只要我们出去吃是吃我想吃的，我就会觉得那 OK。我觉得第一次约会对我来说也是，我不会把期待全部放在那个人身上。那如果你要约我，我也愿意。那如果是吃我喜欢的，我就会觉得那我就会为了那一顿饭去吃。因为我觉得在关系里面，如果你把那个人当作是重点的话，你就会把很多东西都放在他身上。我觉得这个也会造成关系的不平，我觉得啦。因为在关系里面，对我来说，我觉得最好的是你要先管好你自己喜欢什么。但是 AA 制对我来说，我又觉得说，因为是我不想要再继续，所以我就把你的买单买掉。可是我不会讲出来，我不会说，我买单是为了不想跟你继续，我不会讲出来。可是你现在讲出来，但是我之后也不再约会啊，反正就是差不多这样。那如果你想跟他继续，但是他拿了账单以后跟你说，那我们一人一半，一半是多少钱？你会扣分吗？会不会扣分哦？老实说，感觉不会这么好。那这样是不对的吗？没有不对啊，他没有对错啊。AA 制就是没有对错，才有讨论的空间啊。我有遇到过，就是一开始我就大概知道他的个性是没那么大方的。他不穷，可是没那么大方。那买单之后，比如说他约我去哪里或干嘛的，我就会一直很忙。你就是不 AA 的女生啊，讲那么多，可是他这样绕一大圈。没有，可是如果他讲没有，应该是说，可是本来我就是会 AA 啊。可是如果他坚持他要付，那他又要我 AA， 那不是很奇怪？没有，他没有坚持他要付啊，不能是啊，我们已经结束了，然后男生拿了账单看了一看，然后跟你说，这餐一个人一半。搞不好男生也觉得你不适合，突然变 AA。有可能。我是愿意买单的男生，因为我觉得女生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来跟你吃饭，打扮是需要成本的，所以我会愿意为女生这个行为然后去买单。但我觉得这样很好啊。但通常我会边买边抱怨的时候，就是可能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是用网络，觉得他没有那么好看，就可能他的照片跟本人落差太大了。那我问你一件事，你觉得 AA 跟计较的界限在哪里？我觉得 AA 跟计较界限在金钱的多寡。吃饭啊，我觉得吃饭还要 AA， 我真的就会觉得他可能本身的经济没有那么富裕。那如果没有那么足够的话，你为什么要吃这顿饭？因为我之前就是有交过一个男朋友，他是会愿意付钱的人。那因为我们就是一直有在相处，所以他也付了。可是到后来我发现他是用那个叫什么欠卡债的方式在付钱，所以后来那个卡是我在付的，我还的。我就会想到说，原来你之前对我的付出是建立在这个，那我就赶快帮你还掉。后来我发现我好像没有这么多钱一直付。在我们交往3个月还是几个月之后，他有一天，他不是讲买单，他有一天跟我讲说，你通过我的观察期了。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说，你知不知道你在观察我的时候，我也在观察你。那我现在观察到你这一点是我不想，我就跟他分手了。
你是尼采哦，当你凝视着深渊，深渊也在凝视你。对啊，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在观察人家的时候，其实人家来看你是怎么样的人。如果要 AA 的话，讲在前面比较好。你如果是跟第一次约会的人，你不可能讲在前面啊。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让人家觉得你的 AA 制不是小气，就是不要自己联想来的，你就是自己讲出来。我觉得是真的是可以的。比如说，我喜欢你，我重视你，但是我的价值观就是我觉得我们吃饭要 AA， 可是那个不代表我大方或不大方，是我觉得我们还有时间互相观察。我觉得最好的 AA 制就是你付了这一餐之后，他主动跟你说下一次我请。好，那你最后帮我给男生几个意见好了，因为其实我这样聊下来，我大概知道你的立场是什么。你也是比较不 AA 的人，但是你可不可以？这样算不 AA 哦？你是啊，你听下来不就是？可是感觉真的很糟啊。我这样讲，你是一个会互相的人，对，但是男生 AA 你还是会扣分嘛？好，真的是。对啊，对啊。你就是想要 AA， 你也不代表什么，就是讲在前面。因为讲在前面，如果你讲你的 AA 了，那个对象还愿意出来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我觉得就是让对方知道，我今天的 AA 不代表你的价值或是我的价值，而是我的习惯。但他的情路，我觉得就会比较坎坷一点。但是如果你一开始要中大方，后来被发现你没有钱，也很糟糕。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不鼓励全部某一个人付，或者是你真的没有这个经济条件，还要为了让对方感觉好而付这个钱。我觉得讲在前面是最好的。所以不管你是一定要 AA， 或者是你觉得一定要对方付钱，我觉得这个真的没有对跟错，就是你能不能面对自己的价值观。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可以接受 AA 的人，可是刚刚听他一讲，我好像发现我不能接受一开始 AA， 但是我是一个会互相的人。所以我觉得能不能了解自己跟这个关系里面我们的立场是蛮重要的事情。希望大家不管你有没有付钱，不管你有没有 AA， 都能够有幸福的感情，不要这么坎坷咯。喜欢我们的影片的人记得按赞、订阅、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拜拜。